如果想要移民外国，或者身边有朋友在考虑这件事，这支影片就是要谈谈哪些人不适合移民到外国生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移民可不是一件小事，不小心就可能会中伏哦。今天就一起三思而后行吧。不想承担风险。话说最近我们身处的厄瓜多可是出大事了哦，怎么了？厄瓜多老是什么大事，总是上头条新闻啊。就是啊，这次可是因为能源危机，整个国家都要面临大停电啦。天哪，大停电对生活影响可是相当大呀。哎，没办法了，这就是移民第三世界的风险哦。我们之前的影片有详细聊过在厄瓜多生活的优缺点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头去看看哦。而现在还要多加一个能源危机，停电时间越来越长啊。不过这似乎也不是第一次大停电啊，当地人好像有点习以为常呢，淡定有錢剩。是啊，大家好像不太在乎这个事情，抱怨两句就算了。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其他地方，可不好说了，可能就有很多人上街抗议了。大家更关心的是其他问题，而不是停电啊。虽然如此，但这种事情也会让人感到担忧啊，尤其是对于要考虑移民的人或者新移民来说，听到这个消息就很容易联想到移民生活有多么不稳定、不安全啊。这个世界真的很危险、很动荡的样子。是啊，我移民之前也经常会这样子想，如果是移民生活有很多问题怎么办？如果是治安情况很差，如何应对呢？如果办理移民手续踩坑了，那就血本无归咯。如果遇上政治动荡混乱怎么办？这些如果看来是没完没了啊。虽然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但外面的世界也很危险哦。家里的长辈经常会这样子说，还会加一句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的确如此，这些如果都有可能会发生，但也未必会发生。如果不想冒险，不想承担任何风险的话，那不只是移民，什么事都不用做了。整天想着安全，到最后可能一点都不安全啊。是啊，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冒险，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有时候是需要一点刺激，人生才更精彩嘛。在冒险的同时，当然也要评估情况，承担风险，但这不代表就要去做危险的事情哦。要分清楚，风险和危险可是两码事哦。对，这两者有很大区别。我们知道各国都会有国外旅游警示这样的评价，来提醒大家旅游风险，而警示的原因多种多样，有地震风险、交通不便、环境卫生、治安问题、能源危机、极端气候等等。这里面有很多常见的问题，其实在原居地都会有，但这些风险我们平常都不会觉得很危险，所以有旅游警示的地方也不代表一定会很危险哦。是的，有很多热门的旅游国家也会有旅游警示，例如泰国、日本、马来西亚，意想不到吧？既然这些风险看得到，那就有办法能躲得开。这跟对待日常生活的风险是一样的，要了解清楚，方能旅途愉快哦。移民生活总会有很多已知、未知的风险存在，如果一点风险都不想承受的话，有这种想法的人，那说明移民这条路并不适合你哦。那厄瓜多的大停电风险要多久啊？根据这里慢生活的节奏来说，很难说，每天都停几个小时，这风险真的太大了。是啊，尤其对于电器电脑来说，经常突然断电也很容易会坏掉吧。哎呦，快停电了，赶紧关机啊！不想跳出舒适圈。觉得目前生活还好，觉得虽然有些问题，但还能接受，觉得一动不如一静，觉得人生就是那样子了，不折腾啦。意思就是我现在过得很好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我并不是说人人都需要移民，但是这种整天待在舒适圈里，觉得稳定胜于一切的想法，那么移民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了。对呀，就像待在温水里的青蛙一样，习惯了舒适，就不想跳出去看看哦。可能也不知道温水也正在慢慢升温，很快就变成开水煮青蛙。
到时候可不要呱呱叫哦，呵呵。叫也没用了。但其实这个世界真的是想象中那样吗？那个所谓的舒适圈真的是很舒适吗？我们心里很容易形成一种固有印象，但这些印象和现实相符吗？有时候没有亲身体验过，是很难发现这些区别哦。移民生活也是这样，总是充满变数，所以要有开放的心态，才能发现不同事物、文化、环境的区别。如果是长期留在舒适圈的人，很可能就会缺乏适应力，那么在移民之后就难以调整状态，就很容易出现焦虑哦。移民并非一帆风顺，经常会有来自不同层面的压力或者问题，这些都需要解决。如果自身没有良好的心态和适应力，整天被情绪困扰，那就无法体验到新环境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咯。或者可以先去旅行看看，也可以帮助提高适应力，跳出舒适圈。但如果觉得目前生活很舒服，就像待在温水里，那移民就可能不适合你哦。哎呦，泡温泉那么舒服啊，继续泡了，以什么名呢？缺乏自主能力。哦 ，KK baby， 今晚吃什么啦？ My baby 不知道啊，不如叫外卖吧。好啊好啊，那叫哪家好呢？现在都9点多了，好像都收摊呢。哎呦喂，那我不会煮饭耶，怎么办呢？那就去西北风吧。如果是有经常遇到习惯在生活上有问题就找人解决，经常想要靠别人帮忙，那么选择移民请三思。对呀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要靠别人的感觉。都成年人了，小什么孩子啊？这种应该叫做巨婴吧？在餐厅点完菜，等着上菜，还想说一声就喂到嘴边。办理移民可不是这样子，不会只是付钱给中介就完事了。我们当初考虑移民也是想过很多问题，例如想要移民去哪里，可以移民去哪里，这两个看似差不多的问题就差得远啊。是啊，要评估自身状况，还有每个国家的移民政策、社会情况等等。总之有很多东西需要研究，但现在有那么多网络工具帮助，搜寻资料简直太容易了 ，Google 一下就可以有个大概了解哦。或者多看看我们的影片，也能了解很多移民资讯哦。所以不要懒，要学会做功课。而那些只想靠中介办理移民，付了钱就想当甩手掌柜，我只能跟你说一句 Good luck。还有，在移民后的生活，虽然也会有遇到热心人提供帮助，但也不要有事事靠别人的想法。新移民有很多东西不懂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但如果遇到一点点小挫折，就立刻求助别人，完全没有想过如何解决，那就有点，怎么形容呢？总之，在生活上缺乏自主能力，经常要依赖别人照顾、帮助或者服务的人，在移民之后，大概率会过得不太如意。因为生活在外国，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。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语言障碍，因为语言不通，难以沟通，会导致很多事情无法顺利完成。而适应新环境、学会新语言都需要时间。还有，如果不会煮饭，真的不要移民。太对了，就算有大把钱，天天吃外卖，也未必合口味啊。大把钱就不要移民啦，留在舒适圈，慢慢搣。这样想就不对了，大把錢梗係要嘆世界啦，我們賺夠錢就環遊世界吧。凡事只看表面情況。我们都只是凡人，凡事先看到表面情况都是很正常。但如果只看到一部分就以为已经全盘掌握的话，那就有点问题了。没错，就是看到冰山一角，就以为整个冰山都是那样，根本不知道下面隐藏的内涵有多丰富。你以为的，真的是你以为的吗？特别是现在我们住的地方厄瓜多，外表看起来像是老破旧的第三世界，高楼大厦不多，面积又不大，交通也不太发达，看起来好像很落后的样子。其实在这里，现代生活该有的东西都会有，一点都不少。还有啊，那些新闻报道整天都在说哪里有抢劫，哪里有谋杀，听的人都以为这里每天都有很多危险。是啊，这些案件都是真实发生，也没必要掩盖。有坏事发生，作为媒体当然要曝光啦，让大家都知道风险在哪里，然后提高警惕嘛。
正常媒体会揭开黑暗面，不只是说好故事、做宣传。所以移民外国生活要习惯这些丑事传千里的报道方式，但也不要大惊小怪、过于敏感，才能更好的判断情况哦。其实，在这些老破旧的背后，是蕴藏着深厚的文化沉淀。在厄瓜多看到的老街道、大教堂都有数百年的历史，每一块砖石都是时间的见证者。我觉得大家都很珍惜传统，以这里的悠久历史文化而自豪。是的，也许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，很多人都平和友善，对于环境保护也是非常重视。这也是最近能源危机的原因之一。这里虽然是石油产地，但在发电方面主要是依靠水力发电，坚持不烧煤烧炭，也没有核电站。如果只看表面，觉得要有高科技发电才是先进发达的话，就会觉得厄瓜多很落后了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先进的表现，只是这种想法可能与固有印象不同而已。就算要发展经济，也不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啊！是啊，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，努力的寻找最佳平衡点，不会为了赚钱而破坏环境。这不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吗？原来厄瓜多早就是先进概念国家呀！所以这里的农产品还有风景都一之棒。对啊，凡是只看表面情况的话，就会错过丰富内涵啊。移民这个事情也是一样，不能只看表面风光，而忽略了背后的风险和困难。移民要三思哦。或许可以看看这支影片，了解更多的资讯哦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跟你共鸣，请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移民要趁早，订阅对你好。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